川普自己说我们有4大目标，其实我觉得他故意讲漏一个，要造成政权更迭。换句话说，我希望借着这军事打击呢，引爆伊朗的革命，推翻他的神权政府。这个大概也是以色列的目标，所以我们叫做regime change， 我们叫做政权变迁，或者政体变迁。这个的确是个重要目标。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说这个革命卫队，在这种比较不是那么政治上不是那么进步、不是那么现代化的国家里面呢，军事力量常常是接掌政权一个很有利的因素。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展开这一个轰炸，甚至是做精准的这种所谓斩首的行动，毕竟还是震撼了国际，让大家很关注后续到底会有哪些的效益产生。有人很担心说，会不会因此引发所谓的除了中东本身的混乱以外，会不会外溢延烧，变成所谓的世界大战那这个都是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延续关注。那基本上伊朗尤其是中东又是一个重要的产油能源的地方，那因此又会不会因此产生经济各方面的联动，各国国际上如何来应对处理，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背后的俄罗斯、中国如何来应对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大概是大家第一时间想知道，我们这个中东火药库接下来会爆炸吗？还是美国跟以色列有办法让它来熄火？那这个部分中俄的盘算，我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好好来分析一下。那我们高兴当然邀请到的是最重量的分析师就是我们请明居正老师针对这一个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国际的议题请明老师好好来帮我们解题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这次美国当然先发制人来执行我们知道民主国家有时候很为难，就毕竟你还是有内部的这个民主监督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资讯情报等等，这个先发制人这件事情当然是我相信美国内部也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样大体上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打击还是非常的精准让所有这种所谓的减少对无辜的伤害的部分还是降至最低所以大家很好奇美国在这次行动到底做了哪些的一些事情那另外斩首行动大家可能这茶余饭后还是会来谈这问题到底美国是如何，这可能包含这个情报因为你那么多，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整个伊朗就人口也是9000万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面积，然后你如何去掌握相关的这些行踪，而且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还不只是一位他们是锁定多位所以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如果现在的这个新闻算完整的话呢，那我们看到大概美国跟以色列呢，它联手出兵打击这个伊朗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当然就是这个政治的这些领袖阶层，他们在一场会议当中呢，就伊朗的这个领导高层呢，在一场会议当中，被以色列跟着美国的这个重磅炸弹呢，那一次解决掉了40多。当然，这数字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我们有听了48的，有听了49的，然后最后听了40的等等。总而言之，大概就是伊朗大概第一线的军政高层呢，包括你刚刚提到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内呢，大概都已经被解决掉了，也就是被一轮轰炸呢解决掉了。这个大概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战术跟战略目标。所以，也就当军政高层被打掉之后，它整个指挥中心呢被打掉。那指挥链摧毁到什么地步，我们还要再看2-3天才能看得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根据现在就是美方跟以色列发布消息呢，他们打击了一些这个跟核武器相关的设施，应该这样说吧，跟核子装备相关的设施，因为伊朗现在核武还没造出来，至少公开讯息是还没有造出来，让他努力往这方面去做。像伊斯法罕啦、库姆啦这些核技术中心呢都受到打击，然后像譬如说像这个导弹基地那个纳贾法巴德呢，像这种导弹基地或飞弹基地呢，也受了严重打击。那这个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当然，其实这个打起来可能几乎是同时间的。那我们说的它不是时间的顺序了。第三类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伊朗的防空系统这是受到很重大打击。这让我想起来1990年代初期，当时不是伊拉克跑去打科威特吗？那时候我们过去节目谈过。
伊拉克跑去打科威特，那多拿了这个科威特的石油，所以扰乱了国际市场。所以美国当时老布希总统呢拿到这个联合国授权之后呢，就跑去打了伊拉克。那么，所以当时打的这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我要让你没有能力再打下去。所以我对你正规军呢，我不一定全部歼灭，但是我打到你不能动呢，这是很关键的。而伊拉克当时最早被打得最惨的，是它的防空系统。伊拉克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因为那产石油，它很有钱，所以跟俄罗斯当时中共还没有能力做这东西，所以它基本上跟俄罗斯呢买了一大堆防空系统，但是防空系统呢很快就被美国突破，然后整个摧毁了。这一次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虽然伊朗装设了大量的中共、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等等，但似乎没发挥作用，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飞机进来呢，没有被你发现；第二呢，没有被击落。当然现在说有几架美军的飞机被击落，包括 F-35啊什么击落，然后飞行员跳伞了。后来传出消息是被友军击落，也就是美国的飞机飞进这个伊朗去，没有被中共跟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发现跟击落。飞回来呢，被友军击落，很可能是美国自己的系统，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设施呢被打掉。再一个，大家没有太注意它，伊朗有海军，伊朗海军，所以这个其实川普也提到，我们打击目标之一呢是伊朗海军。大家就想不通，说伊朗海军不是很强，那为什么要打？因为很简单，那地方呢牵涉到那个运油的这个一个航道。你从地中海出来，你这样走出来，大概不是走这里呢，反正就会通过荷姆兹海峡。而荷姆兹海峡呢，伊朗是有能力封锁的。它封锁荷姆兹海峡呢，就是靠海军，不单是靠海军舰队，靠海军布雷。所以如果说你光布雷的话，我现在头痛死了。所以他们打击目标呢是海军，所以这是大概几个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辨认的目标。那么再来就是什么呢？当然，你觉得打了一些城市，那个，坦白说还不是很大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美国打这些，它的目的在哪里？我记得记者在问的时候呢，川普自己说我们有4大目标，所以我觉得他故意讲漏一个。那4大目标呢？我们刚刚讲，第一，飞弹的目标啊，你伊朗的能力打飞弹，然后你可能威胁到周边国家，也威胁到我。现在周边国家是被威胁了，因为周边已经有大概7、8个国家被。7、8个国家的号称美军基地被打了，但是他们其他那个国家本身的一些目标也被打了，不管是这个巴林啊、卡达了，或者说阿联大公国等等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美国说，第一是我解决伊朗的飞弹的这个能力，第二是解决伊朗的海军，刚刚讲了，第三呢，解决伊朗的核设施。伊朗还没有核武，但他正准备发展核武。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确定，但上次呢，显然就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不是，以色列跟美国先后去轰炸，当时川普说，我们把他们的能力完全这个摧毁掉了，把核能力完全摧毁掉了。当时我就有点怀疑，我说，因为从后来美军发布的消息跟国际给出消息呢，看起来伊朗的核设施还能运作，因为他后来又不断又送东西进去，然后中共也送东西进去。如果完全摧毁的话，你要送进去是重建的材料，跟重建的这些技师了、工程师或者这些工人等等。但我们没看见这东西，我们看见是不断的强化的这些装备。所以当时虽然讲是讲说把伊朗核设施都打得差不多了，当时我们在节目上讲过说，我们对这点是有保留的。好，这是第3个。第4个呢，这个川普说，我们要把伊朗支援境外的这些恐怖活动能力把它打掉，这个也是事实了，我们等会儿有空再说。第5个呢，他没有摆在这里讲，但他在别的地方讲了，要造成政权更迭，换句话说，我希望借着这军事打击呢，引爆伊朗的革命，推翻他的神权政府。这个大概也是以色列的目标，所以我们叫做regime change， 我们叫做政权变迁，或者政体变迁。这个的确是个重要目标，但是他们没有说出来罢了。所以你若以光是盘点呢，他们这轮打击呢，大概他们打到的
地点是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政治目标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大概是这几类。那当然，伊朗毕竟刚刚提到了，他即便现在这个几个他的首脑或者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重要的这些政府官职被这一个所谓的这次的轰炸给解决掉，但是他们还是做出相对应的一些回击跟反击哦。那当然刚刚提到了，因为他们对于整个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也都泛化，那开始来针对这个部分来讲，说要让你变成是美国海军的这个坟场哦。但真的有办法这么做吗？老师是不是把目前所发生的一些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目前呢，就到我们截稿为止呢，伊朗方面宣布说击沉了一艘油轮，但是各国都已经公开报道讲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油轮被击沉。那虽然没有被击沉油轮呢，但是的确是有几艘油轮呢是受到攻击，然后受到相当损害甚至撤离的。目前所知是3艘了，第一艘是巴拿马籍的，然后在安曼的那个外海附近呢被击中，那船员是撤离了，然后有人受伤。据我们所知，就是巴拿马籍油轮呢，那有些是台湾船，台湾船或者说运给台湾的油呢等等。那这艘是不是我们现在不确定？这第一个。第二艘是赖比瑞亚籍，就是非洲的赖比瑞亚，说也是在这个阿联大公国附近呢被袭击了，然后。引擎着火，然后火势受控什么等等，现在所以大体呢，基本上是还算好。第3艘呢是马绍尔群岛籍的这个船，那遭受袭击，但是受伤的情况呢不是很清楚啊。这是被打击的这些船的部分。当然，以伊朗现在能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我们讲了，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就晓得，因为你从那个地中海这边过来呢，然后穿过运河之后呢，进入这个海湾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点像什么呢？像2只茄子，一个茄子这样，一个茄子这样子，然后上面这茄子跟下面茄子中间接的地方呢，就叫荷姆兹海峡。各位看地图晓得，荷姆兹海峡相当窄，相当窄。然后呢，伊朗的那个不要说别的，不要说飞弹，伊朗连那个大概就是比较长射程的炮呢，都可以打到这个海峡的相当的部分。换句话说，它要封锁海峡呢，它是做得到。当然，你别的国家也可以封锁，但是现在被打的是伊朗，所以它要封锁呢，它是有能力做的事情，而它过去做过这个事情。所以刚才讲说被打掉的几条船呢，那有些就是从那附近打出来然后打掉的，所以我们刚讲那个地点呢都在那个附近。那么也就是荷姆兹海峡呢可以被封锁，但是封锁到什么程度，这点可以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不是讲说美国要打伊朗海军吗？那如果川普说的话或他情报是正确的话呢，他说我们打掉了伊朗的10艘军舰。伊朗的军舰当然不止此数，但是打完之后剩下来敢不敢出来或能不能出来，那是另外问题。现在就是你封锁海峡，你有什么封锁？当然国际上呢，国际法上封锁呢有正式的封锁，还有纸面封锁。所以正式封锁就我这里派船出来，然后你一经过就把你击沉或者包围或抓走或干什么。第二种封锁就是火炮封锁，或者说这个火力封锁。不管过去是用岸炮，或现在是用这个飞弹或者火箭弹等等，那这种第二种是火力封锁，第三种叫纸面封锁。纸面封锁就是我不出船，也不摆水列，不干什么，但是我说要封锁。当我说封锁的时候，你谁经过，那我觉得需要打的时候，我就打你，叫纸面封锁。纸面封锁就是我不一定打，但我要讲完之后呢，你说不定就不敢过了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伊朗不能只是纸面封锁，伊朗至少要干什么呢？他至少要布水雷。所以刚刚前面讲说，美国跟以色列打击的目标之一呢，是伊朗的海军呢，就这意思，要阻止你去布水雷，或者说你第一轮水雷布完了，我清完之后，你要再布的时候，我让你没有能力去布水雷。好，那这总而言之就是，荷姆兹海峡有多重要呢？简单说，
全世界大概至少70%-80%，甚至有人说是高到90%的石油呢，得经过这个航道。那你又不走这一块，那你怎么走呢？所以一个办法就是你穿过地中海之后呢，从直布罗陀海出来，然后走那个南边上来，走那非洲南边上来，那就绕了好大弯呢，多绕几个月。第一呢，航运就变贵；第二，保险变贵；第三，风险变高。然后时间也拉长了很多，所以对于这个国际经济来说呢，影响很大。这就为什么伊朗一直觉得说，我可以封锁荷姆兹海峡。而国际社会也坚决反对他封锁荷姆兹海峡一个关键原因。好，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伊朗他至少打了几条船，然后现在造成了不能说完全封锁，但就已经产生了部分封锁的效应。所以现在到什么地步呢？现在呢，新闻说呢，大概有150条各种各样的商船呢卡在这个波斯湾跟安曼湾的这个附近，那么也就是卡在这个整个运河跟这整个海峡的这个当中，这个对国际影响来说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坦白说，再过一段时间，台湾可能会感到压力了，因为台湾的一些天然气什么会从那地方来，所以看会成为什么样。那么也就是伊朗它仍然是有一定的反击能力，但是现在就要看，因为川普最早说我要打4天嘛，后来美国方面传出消息说要打几个礼拜嘛，那现在到底打多久不知道。我猜了，就是他们这样讲，就是我打看，然后看看他们那边反击力量有多大，然后决定我要不要再打下去。然后美国更希望就是我是不是能够推动伊朗变天，如果伊朗变天的话，说不定我就不用打那么久。那万一伊朗还在负隅顽抗，然后还反击激烈的话，我可能要打久一点点。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很难预判，因为这个完全取决于伊朗内部的情势变化。那这一点呢，我们还继续观察就是了。是。另外，我想针对刚刚的分析之后，另外一个大家好奇的部分是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在这一次参与跟着美国一起对于伊朗来进行这个轰炸时候，我们看黎巴嫩真主党也跳出来，然后真的就有点想要这个喊话，要为这个所谓的伊朗这个老大来做报仇。那在过程当中，大家当然很好奇就是真主党到底有什么样的底气来针对以色列来做这些发动这些相关的攻击，甚至这个叫嚣他们如果真的卷入了这样一个战争，未来有可能会产生什么事？也就是大家很担心的中东的战争会不会因此而爆发呢？我觉得要爆发中东大战机会非常非常小。这个大概我们在前年就提过这件事情。前年不是那个哈马斯去突袭以色列吗？然后酿成以色列的几十年来最大伤亡。那以色列我们当时就说一定会这个痛打这个哈马斯，然后会还手。那时候我们就数过一圈，我说你周围当时他就问哈马斯这样子会不会引爆中东第6次大战？当时我就说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当时我记得我们顺时针上走了一圈，我说从以色列北边开始走起，你不管是黎巴嫩啦、叙利亚啦、伊拉克啦，然后到这个到沙烏地阿拉伯了，然后再到埃及呢，我想走一圈。我说，在我看起来，这些国家呢，没有一个国家会出手呢帮这个哈马斯呢去打以色列。我说机会非常非常小，因为哈马斯打以色列呢，大家都晓得他们这件事这个世仇，那不用说了。但是哈马斯跟旁边这些国家呢，其实都不是很对劲的。那这些国家虽然也都是有的叫做他们自称有叫做阿拉伯兄弟的，有叫做伊斯兰兄弟的。不管你是阿拉伯兄弟也好，或伊斯兰兄弟也好，其实他们对哈马斯呢这是相当保留的。他不但对哈马斯有保留，他们对哈马斯的背后的那个力量呢有保留。哈马斯背后最直接力量就是伊朗。伊朗在当地呢是怎么说呢？捣乱者。伊朗在国际上呢支持了很多至少在区域了支持了很多这些所谓叛军组织。除了你刚刚讲的说黎巴嫩真主党之外，就是刚刚讲到这个以色列旁边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是南边的这个胡塞组织，其实应该叫胡提组织。第四个是叙利亚里面的一些叛军。所以这四支力量呢，大概是伊朗在地区支持的，我们叫做你叫叛军也好，或者恐怖主义这个组织也好，什么等等，不管你叫什么东西，这个大概就是地区动乱的根源。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国家，我们刚数了周边这些国家，从黎巴嫩开始一路下来到埃及这么一圈这些国家，大家都对伊朗有这么大忌惮的话，然后对伊朗所扶持的这些小弟们有这么大忌惮的话，我说他们不会跳出来帮哈马斯的。如果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出来跳出来帮哈马斯，然后他们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说啊，不可以打我们伊斯兰兄弟，不可以打我们这个阿拉伯兄弟等等，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话，那中东大战就不会爆发。好，如果这个逻辑站得住脚的话，今天还是如此，就这意思。所以就算哈马斯所以就算是真主党现在又说要帮伊朗报仇，跑去打这个以色列，事情不会闹太大。你忘了真主党上次还被一口气用 BB 扣炸死了3000名这些高阶主管吗？当然，你现在心血替补上来了，但你有多大实力呢？那个是值得研究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在这地区，因为这件事情要爆发大规模战争，我们刚数了一圈。第一呢，这些国家都不会来帮伊朗打仗，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伊朗为导弹者，大家都希望说伊朗变天，因为伊朗第一呢，教派跟很多国家都不一样。第二呢，伊朗一直想当地区头，然后经常霸凌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呢敢怒不敢言。现在有以色列跟美国出头来打伊朗，大家求之不得了，所以不会有人帮伊朗打仗的。当没有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像样国家出来帮伊朗打仗的时候，你要变成大战了，地区大战了，不太容易。好，那现在剩下真主党，哈马斯被打得差不多了，然后这胡提被打得很惨了，叙利亚叛军呢现在被美国支持的这个夏拉呢正在打，所以这几个呢发挥不了作用，剩下呢真的就是真主党。好，那现在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真主党跟他的所在地的这个黎巴嫩政府之间关系是什么？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所以真主党这样去打了以色列之后呢，黎巴嫩跳出来说：“哎，你怎么跑去打以色列呢？你怎么把我要卷进战火里面来呢？这不行的。”所以现在黎巴嫩政府放话出来说：“我要收掉真主党的武力。”那不管做不做得到，所以我刚刚数完之后，你说地区要爆发大战，几率不大。那大家说，那中共和俄罗斯呢？如果俄罗斯有能力的话，早在叙利亚这个阿塞德政权倒台时他就介入了，他眼睁睁的看到阿塞德倒台而不出手帮忙，为什么？不能也，没有力量了。为什么？他被乌克兰战争绑死了，绑到就完全没办法出手，而中共也没办法出手。现在这个伊朗跟中共不是好朋友吗？那伊朗也一直希望中共、俄罗斯来帮忙，但俄罗斯是帮不了了。中共呢，坦白说，基本上口惠而实不至，他也不敢真的帮忙，因为他考虑也非常多。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因为这样子要爆发地区大战，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小。我不能说完全不会，但几率非常小。那当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是，那伊朗后续该怎么走？大家就会谈到是未来真的伊朗就会朝向了这些民主化的转变，还是有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革命卫队会用军事的方式来接手老师，你怎么看待伊朗未来的发展？刚才不是说川普没有再三强调，但希望爆发的就是伊朗内部的政权变迁嘛。当然，他所谓政权变迁，就是老百姓起来革命，然后推翻这神权政府，走上民主大道。这是应该这样说，这是美国跟以色列主观愿望，会不会发生我们不敢说。现在看起来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其实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已经在国际新闻上看到，就是伊朗已经公开讲。他说，哈米尼也出来讲，然后我已经安排好了后面的接班梯队就是如果我被杀的话，那后面谁来接班什么等等。就这次美国以色列一下把你们40个人这文武高官全部打掉了，所以他的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甚至第三梯次接班人选可能都死在这次空袭里面。那剩下能不能接上，我们不晓得。
当然，现在伊朗方面放出消息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接班的委员会，这委员会呢，这个运作一段时间，然后我们要通过正常手续，然后选出新的接班人之后，然后再来把权力交出去。这是伊朗现在的说法，官方现在说法，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很难说，这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说这个革命卫队，在这种比较不是那么政治上不是那么进步、不是那么现代化的国家里面呢，军事力量常常是接掌政权一个很有利的因素。那么也就是革命卫队这个东西，还就要下次我们有机会谈一下，就是伊朗除了有正规军之外，还有一支这个比较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我们叫 IRGC。这个 IRGC 呢，它等于是独立于正规军之外的另外一支军队，它的武力呢绝对不比正规军来的弱，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比较强。我们知道，像导弹啊、什么这些飞弹什么的呢，比较重武器，很多是抓在这革命卫队手上，而不是完全抓在国防军手上的，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革命卫队能不能有效掌握政权，从一般的经验来说，是的，它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伊朗的正规军呢，过去很多这些高级军官呢是在英国、法国这个国家受训的，他们是有民主素养的，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人跟革命卫队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吻合，然后他们能不能相处，或者他们能放手让革命卫队接班呢，还在未定之天。这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巴勒维王储不是流亡在海外，然后经常上电视出来讲话，呼吁大家起来革命吗？但现在看起来他的民调反应呢不算太好，所以他能不能真的回来接班呢？不敢说。但是他鼓动老百姓起来革命，那老百姓不一定是听他的，但老百姓会认为说我们是应该革命，所以这两件事情。但是我认为他有几率，但是几率不大。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伊朗内部的改革派，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有机会将来再详细说。伊朗过去几十年呢，进行过几次大的选举，有几次呢比较亲西方的民主派呢，明显是得胜的，但最后呢被做掉了。不但做掉了，而且他们那个选举的结果呢，当时爆出很多这些消息传到外界来。他们用什么传呢？大家去查一下，用自由门来传。自由门是中国的法轮功学院，是这个中国出来的海外的法轮功学院呢，发展出一个破网软件，本来是给大陆里面的这些异议人士或法轮人士呢对外传送消息的时候用的一个秘密管道，不小心被伊朗大学生发现之后，拿来这个大家这个惊为天人之后呢，伊朗大学生呢就大量用自由门。就那段时间选举的时候呢，他们把自由门用爆掉，自由门还出来紧急呼吁之后，还调了别的资源才支撑它。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伊朗内部的改革派跟神权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呢，矛盾是非常大、非常紧张的。所以我们要说，就是这一次改革派会不会趁势而起，这点是值得观察的。好，那最后一点就是，不完全是由改革派所引导或所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这第五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就是，当然我们会比较希望第四种或第五种，但是到底情况怎么走呢？坦白说，要看什么呢？要看革命卫队能不能掌控，革命卫队跟那个所谓临时委员会呢，能不能有效掌控。如果这两边合作无间，然后真的能够高压镇压下去的话，那我们期望的呢民主革命或者说民主转型呢，恐怕还有一段时间。甚至可能会变成是不是产生伊朗内部的一些内战这个可能都是值得来做一些观察的部分哦。当然，老师刚刚说了，在目前情势上的判断，要变成中东的这个大战，也许较难。不过，大家有人说，可是啊，这个当初我们谈到这个新的邪恶同盟的国家，特别后面的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在这一次来讲，伊朗直接在这一次来讲他的这一个所谓的政府高层被击杀之后，我们看到中共跟俄罗斯，当然这个外长赶快通话呢，当然也对于美国这个还是有做一些谴责批判哦。但我们看起来也大概至少只敢嘴巴这边说叫哦。那老师怎么看待？就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局势上有刚刚分析的样态，但在整个国际情势上会因此做了一些改变吗？现在看起来，你要说变成真的大战，我们说机会不大。
俄罗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已经被俄乌战争绑住呢，他已经没有能力介入了，所以他要介入，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中共会想介入，但未必敢介入，因为中共跟伊朗之间呢签了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讲归讲，但实质上到目前为止呢，给出的援助呢，我不能说没有，有是有限的。去年6月，这个伊朗被打了之后，被以色列跟美国先后打了之后，中国不是有3架飞机过去吗？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吗？这3架飞机呢，一过了这个一进了中亚之后呢，突然间信号就消失了。然后他们中共自己说我要飞到什么卢森堡，飞到哪里去？就后来根本也没看到，所以他认为就去了伊朗，然后送了东西进去。但是应该就是中共就算能够送东西给伊朗的话，他提供实质援助是有帮助的，最多是在国际场合帮他叫骂一骂，就这样大概仅限于此了。所以实质介入机会不大。如果这2个大国都不实质介入伊朗的局势，然后去对抗美国跟以色列的话，他们要做去年6月可以做，现在去年6月没有做，而且去年那次规模还不是很大，当然就是那个时候要介入，他们都更容易一点。这次美国以色列规模这么大，你要介入，那你等于是要对美国宣战了，所以我觉得这机会不大。那如果说中共、俄罗斯都不大规模实质介入的话，东西对抗的局面就是美国跟西方国家对抗中共、俄罗斯，然后北韩啊什么等等这些呢，那个态势不会改变。现在只是美国跟西方联军呢，慢慢把中共跟以色列，慢慢把中共跟俄罗斯这些外围群边呢一个个剪掉而已。像我们看到这个局面，所以东西对抗的局面呢，应该这样说，中共方面会大幅削弱，这个是很清楚的。好，但最后就是中共还有一个理由呢，不会大规模实质介入，因为我猜我认为中共依然非常希望川普来访，他希望有一个直接跟川普对话见面、跟建立联络管道的机会，因为他觉得那边所得更大，所以他大概不会随便把这张牌废掉。我话是这样说了哈，因为这样他要发个脾气的话，最多是推迟川普的访问，而不会取消。所以我大概是这样走的。是哦，今天谢谢明老师哦，很快速的针对有关中东的所爆发的这些相关的战争哦。后续会如何去发展？我们等于做最快的时间的一些分析，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那今天很谢谢老师，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这期节目，同样欢迎大家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还没有订阅，或者看了几次还没有订阅的，也恳请给我们一点支持哦。因为毕竟在整个自媒体来讲，这个外显的订阅数，当然也代表我们被肯定的数目哦。对我们来讲，倒不是虚荣啦，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认真。去所制作的这些节目，每个单元都可以受到大家的关注跟喜爱，这对我们的团队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哦。所以请大家这个厚着脸皮，就请大家帮我们来支持。那就再次谢谢老师，感谢大家。